这里是庶民锦鲤，我是余弟，很高兴今天能来看我们的视频。最近台海关系超级紧张，所有的朋友都在想着会不会两岸开战。不仅是台湾人会担心这个问题，大陆人其实也在担心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开始就把这个事情余地我来给大家讲讲，可能讲的未必是正确的，但都是我个人的一些分析和理解。如果你觉得讲的有理，那就给我点个赞啊！那我们今天先来说说两岸关系现在有多紧张啊？这个紧张呢，说句实话，是有很多原因的，有历史、有人为的原因，也有天时地利的原因。我们就接下来就一个一个来分析这个事情啊。首先，我们就要先说说影响中美关系最大的一个因素，那就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从来就是决定了台海两岸关系的紧张程度啊。因为对于台湾来说，美国和很多朋友可能会说，美国大选今年又不是第一年，为什么美国大选中美关系紧张呢？对，以前美国每4年都有一次大选，的确没有像这次这么紧张过。为什么呢？因为说句实话，以前美国的总统都比较正常，而这次的今年的特朗普很不正常。2016年选举的时候，特朗普还不是总统，所以说他没有那么多的国家资源可以操控为他的大选服务，所以说那时候美国大选跟中国也没什么关系。这次就不一样了，这次特朗普是现任的总统，特朗普他的选举最擅长的套路就是玩民粹。所以说特朗普然后他要就是挑拨民意、煽动民粹的话，就是制造仇恨。他仇恨必须要有个标靶，像希特勒他的仇恨的对象是犹太人，特朗普找谁呢？是吧？找俄罗斯普京吧，上一届人家普京还帮了他大忙，是吧？也不好找他，所以说剩下来找第二找块头大的，找中国啊。所以现在他就是把这个仇恨全部集中到中国来来刺激他的老白男的这种选民的一个仇恨仇中，然后呢刺激他们能够出来投票这就 OK 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技巧，就是还有美国的选举文化，选举制度是一个选举人的制度也就是各个州有多少个选出多少个选举人，然后直接决定希拉里就是上一届就是这么输的，他得票数是多的，但是呢他选举人就是在各个州他没有选赢，关键州摇摆州他没有选赢，这个是我们以后再说所以特朗普就是极力的去煽动仇中的情绪，这样他就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即使拜登尾随他去仇中，但是没用。作为舆论，作为选民，就是这个仇中的领导者是特朗普，而不是拜登。所以说你拜登即使跟随他也没用，这个是选举的一个策略的问题。这可能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来说很难理解这个问题好，我们说完特朗普的这一块，然后就要看看特朗普的干儿子，就是
台湾的民进党政府，然后他就尾随着特朗普的节奏，所谓的他们民主阵营的一个节奏，他要去做这个急先锋，因为特朗普要去刺激中国做什么动作，或者说刺激中国去做出让美国的老白男更加仇恨中国的一种行为啊。那这个急先锋呢，就是台湾民进党啊。所以说呢，民进党其实说实话是挺傻的一个党啊。像以前国民党马英九也好，包括陈水扁其实就是说你任何一个玩国际政治的一个政治家，你必须要去做平衡。但是呢，这次呢，民进党完全是压一边，压美国，完全是对抗大陆。而且更有趣的是呢，他现在压特朗普不压拜登啊，这个我们接下来就详细说这个问题啊。所以说他就会去做各种的挑衅大陆北京政府的事情啊。这个具体有哪些挑衅的行为呢？相信不用我说，大家都看看新闻，不管是大陆的人民还是台湾人啊，反正你们各自在自己的媒体上都已经看得很清楚的，不用我都具体说了。无论从疫情的什么禁止口罩出口也好，还是小民不让回家也好，是吧？反正有太多的让我们真的看着很故意的一种行为，包括就这几天什么疫苗不能采购大陆的，我看着都想笑死啊！反正他就要煽动这个情绪嘛啊，这就是那个，但是呢，就是说这两天呢又出现就是蔡英文的双子的一个谈话，非常好玩啊！美国选举是到11月3号结束啊，我相信美国选举结束了之后，中美关系又会恢复常态，又会风平浪静啊，尘埃落定啊。但是呢，蔡英文怎么办？台湾民进党政府怎么办？这里就会很有趣了。就是说，现在美国的民调，无论是什么机构做出来的民调，都是拜登赢特朗普很多，啊，蔡英文也好，民主党也好，他们都是选举的高手啊，甚至很多台湾的政论名嘴都还说，特朗普很多套路都是跟台湾学的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要蔡英文能看得懂美国这个民调出来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预判，他现在呢已经是把宝全部压到特朗普身上，但是呢，蔡英文现在也隐隐感觉到特朗普可能会输啊，可能会输哦。输的话，那蔡英文就会犯了当年和蒋介石一样的毛病啊。美国选举他不支持杜鲁门，最后杜鲁门赢了啊，所以说美国对华的援助全部会停掉啊，导致蒋介石的大败啊。蔡英文现在也有可能重蹈覆辙啊，他现在全部的支持特朗普，但是呢，一旦是吧，拜登赢了，那你蔡英文怎么办啊？所以这次双子节，蔡英文的话就发表了这个求和的演讲。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份求和的演讲，因为他开始担心了，担心拜登不赢的话，他还是这么跟中国大陆正式死扛的话，
他真的会挨揍啊。虽然他是一个假的博士吧，但他这点脑子还是会有的。就像小朋友也知道啊，老师挑衅老爸，他迟早会挨揍的，对吧？这里就有一个很有，就是蔡英文，他接下来他要求和，但是蔡英文不可能天天出来说话，所以说这几天更有趣的事情，欧阳娜娜因为去上了央视的国庆晚会，唱《我的祖国》，国庆之前，被苏贞昌请李永得文化部长是吧？就是陆委会是吧？各种各样的骂，包括更不要说网军的狂轰滥炸是吧？但是呢，这昨天就有趣了，苏贞昌改口说他只是小姑娘为了工作是吧？那个文化部长李永得就更有趣了，说前面罚50万的事情我从来没说过，就完全自口否认是吧？什么原因呢？很多人看了都会很错愕啊。这个是民进党政府对欧阳娜娜这个事情真的180度的大转弯，就是很难让台湾的媒体人都很难理解的一个事情。唯一的解释就跟蔡英文的双十节讲话是一样的，民进党这会真的感觉到特朗普的大腿抱不住了，所以要赶紧去对北京政府要去放话，求和的话出来了，要对话了。我看着都想笑。如果现在蔡英文在看我真想跟你说，你从李登辉时代就一直用这个套路骗大陆北京政府，骗到现在了。你以为你玩得很溜吗？说句实话，就算当年是吧，北京政府傻也好，怎么样也好，给你骗了，你觉得骗了这快20多年了，还会让你骗得成吗？就是唐湘龙说的那句话，是吧？以拖代变，你的套路别人不懂嘛，是吧？所以北京这次完全不理会，直接狠狠打脸他，是吧？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两岸已经政府层面是吧，已经没有任何的管道，没有任何沟通的可能了啊！再加上这几天的共谍台点啊，就是焦点访谈央视焦点访谈连续3天放台湾台点，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说句实在话，这些都不是什么大的一个间谍案啊，但是为什么要放？很多可能这2天台湾各个媒体都在分析这个事情啊，为什么要放啊？北京政府就是欲加之罪啊，怎么样？我们先不说这个司法的问题，我们就说为什么要在焦点访谈连续这么3天放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台湾人可能不明白，但是对于我们大陆人的话也是很清楚啊，它就是制造一种氛围，一种敌对的氛围，明白吗？就是还没开战前，说句实在话，在中国大陆哪几个人是真正的台湾间谍，是从事做什么的？其实北京政府的国安也好，总参系统也好，早就一清二楚了。然后
就是说他们可能有时候偶尔还会坐下来喝酒的，你们信不信？其实彼此都是认识的，但是心照不宣，不动就好了，是吧？有一个大概的见识，不会抓他，没必要，知道吧？这么跟大家说吧，在魔都的湖北区，湖北这边是吧？哪几个餐厅是台湾人从事这方面运作的？其实国安总参全部一清二楚，大家明白了吗？只是不抓而已啊。然后现在要制造这个氛围了，好，就抓一批。就像有点什么，大家看过谍战剧里面，国共那时候的谍战剧里面哪一个，比如说国民党的某一个高级的谍报头子或者间谍被干掉了，被共产党干掉了，地下党干掉了，然后国民党的总统也好，军统也好，要大反扑，大反扑的时候才会把这些虾兵蟹将抓过来，啊，你说这些人跟他背后的势力有没有关系？多多少少都有关系，但是有多大的关系，就是多大的作用，其实没多大作用，只是摆出一个态度，或者说制造一种社会氛围，让你知道我们现在是敌对状态，不是友好状态了。其实就这么一个目的，大陆人知道，台湾人知道，我们现在是敌人了。如果在友好状态上面，比如说马英九的发言，这些大家都知道，哪几个大谍报的层次大家都清楚，不抓嘛，对吧？然后要宣战去抓，这就是给你蔡英文当时讲话的最狠的考验。也就是说，你要求和，打不去，没人跟你和谈，你就要准备开战，就这个意思。然后台湾这个影响政府层面的，我们再来谈谈整个趋势，这才是最要命的，这才是两岸紧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前面说的特朗普也好，或者民进党蔡英文也好，那都是个人的因素赶着手，或者说先过去就 OK， 他们不做妖就 OK。但是一个社会的一个趋势，或者叫思潮的趋势形成了之后，就真的是不可逆了啊！是什么意思？就是台独的这个思潮的去中化这个趋势啊，真的已经形成了啊！这是怎么形成的呢？一个就是台湾的一个教科书或者它的教育体系，从陈水扁时代开始，他就讲教科书啊，最近甚至传出说，台湾的教科书里面那个秦汉都已经没有了，三国也没有了，是吧？他的历史书的，然后他就是故意要摆脱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跟中国没有关系的这种概念印象给台湾人，给台湾的年轻一代，从而导致什么呢？台湾年轻一代成长出来，再成长出来一票，全部是投给台独的，他们是不会投票给国民党或者蓝营的因为他们的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就是特别是像这次就是要准备要修宪嘛，无论是蓝绿国民党或民主都清楚，修宪其中的一个点就是18岁的公民可以有投票权，原来是22
然后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蓝绿都清楚这一批18岁的票出来以后投给谁的，这批人肯定投给，不会投给国民党。所以说，国民党在这个修宪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很有趣，很微妙。我想说，一批年轻人出来，支持统一的老兵掉了，然后现在的这批正蓝军60岁，然后现在40岁这批还好的，还是偏蓝的，也会慢慢的老去，然后剩下来的是一波一波的绿的韭菜就出来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啊，这是第一点，它的教育制造一个去中化的一个趋势。第二点就是说，是它的媒体和网军在各种政治事件制造非常的反中抗中的一个舆论的氛围，它是跟前面的教育这块相辅相成啊，它就是会针对各个政治事件去做台独思维的一个解读，它对任何事情都可以把蓝的说成绿的，因为像嘴巴在他手上，喇叭在他手上啊，国民党只能吃哑巴亏，很多事情说真的是国民党做的都是对的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因为这个喇叭在人家的电脑上，你就是没法跟他讲道理。同样的，后面我们接下来说，就是中国大陆政府包括香港的确很多事情刺激台湾人更加的惧怕大陆，这个我们也毋庸讳言，这样。不管北京政府有什么样的原因，或者什么叫情有可原会去这么做吧但是因为你在台湾没有你的发声的平台，没有人敢去为北京政府中共去讲话，今天马上被关了所以说台湾人就只能是接受民进党的绿媒所散发仇恨的新闻，这样子就造成了 OK北京政府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印象越来越差还有就是这是疫情吧本来两岸已经是在岌岌可危的一个状态，对吧？这个去中化已经是在台湾人的思维这里面已经形成一个鸿沟了，但是这次疫情呢，就间接的造成了两岸的就是地理上的一个交流沟通的一个限制，就是比如说台湾海峡这是海峡，两岸的那个虽然说直航飞机还在飞，但是各方面的双方的一个检疫也好，就事实上造成了双方两岸交流的一个困难，包括像小明的事件也好，对吧？还有陆生的事件也好，这些事件都是事实上造成了一个两岸的一个问题好，就是所以说通过以上的分析，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现在两岸真的很紧张，真的很紧张但是那么紧张了会怎么打，什么时候打，怎么个打法，打到哪个程度，其实我后面还会继续帮大家分析。我
再重申，我们今天讲的是台海会不会开战这种紧张的局势，但是后面我会讲，有没有人想过这个开战是怎么个打法，什么程度的？这些我们后面都会详细去分析，好吧？今天就先说这么多。